俗话说，上岸第一箭，先斩意中人。一位副省长为了和情人双宿双飞，竟然下令一位副市长帮他除掉自己的原配妻子。没想到这位副市长还真照做了，杀了省夫人以后还拿去喂了鱼。这是一起发生在2005年的真实案件，也是建国以来级别最高的官员杀人案。当时案件一经曝光，立刻轰动全国，整个案件的经过更是扑朔迷离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，今天我要说的主角就是我国第2位被判处死刑的省长吕德斌。2005年6月8日的下午，河南省副省长吕德斌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，短信的内容是：你老婆在我手上，要想她活命，就赶紧准备50万元。吕德斌当时正在北京开会，接到消息后，他就立马报了警。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连副省长的老婆都敢绑架呢？郑州警方对此案高度重视，立即成立了专案组，全力展开侦办。然而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调查此案时，实际上吕德斌的妻子早已被绑匪撕票，绑匪正拉着他的尸体前去抛尸。也就是说，绑匪是在已经杀害吕德斌的妻子之后，才给吕德斌发去勒索信息的。那么绑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被害的女子名叫陈俊红，时年38岁，是河南省副省长吕德斌的第2任妻子。她在河南农业大学的资料室工作，负责图书和报刊的管理。她虽然贵为副省长夫人，但是家里却没有一辆小汽车。于是为了方便自己上下班，她多次向吕德斌提出要买一辆小汽车，可吕德斌却说太高调了，而且自己上下班都有公务专车接送，所以家里根本不需要买车。因为买车的事情，两口子闹得很不愉快。2005年6月7日，也就是案发的头一天，陈俊红接到了一个熟人的电话，说有人愿意给他买一部价值15万元的轿车当做礼物，还说这事儿已经报告给了吕副省长，他也同意了，只需要陈俊红第2天跟着他们去选车就行。陈俊红自然是喜出望外，身为副省长夫人，之前也经常收到各种礼物，所以他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。第2天上午10点，陈俊红果然收到了去看车的消息。在楼下迎接他的是2个男人，其中一个人是他见过的，这人是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尚玉河的跟班小弟张松雪。正因如此，陈俊红便没有任何顾虑，直接就上了车。可是上了车之后，陈俊红发现车辆却朝着出城的方向行驶，并非开往 4S 店的路上。陈俊红顿时心生警惕，连忙呼喊要求下车。然而此刻已经为时已晚，后排的那个陌生男子突然就用胳膊勒住了他的脖子。陈俊红根本来不及反应，他的双腿不停地胡乱踢蹬，直到他最终断气，那个男人才慢慢地松开了手。陈俊红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给杀了。杀他的这个人名叫徐晓彤，他是张松雪的老乡。后来的审讯记录显示，陈俊红被杀以后，张松雪就给徐晓彤拿了一袋子钱，然后自己便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了新乡。下午2点，他在已经撕票的情况下，给副省长吕德斌发送了勒索信息，制造出了绑架勒索的假象。而徐晓彤则把车开到了距离郑州几百公里外的虎山水库，他要在这里将陈俊红毁尸灭迹。等到晚上月黑风高的时候，徐晓彤将陈俊红绑在了石头上，接着又用汽车轮胎将陈俊红运到了水库中央的深水区，沉入了湖底。就这样，堂堂的省长夫人最终却被人喂了鱼。陈俊红就是一个家庭妇女，并没有复杂的社会活动。那么她到底为什么会惨遭毒手呢？而绑匪又为何要先撕票后勒索呢？吕德斌1953年出生于河南许昌市鄢陵县的大马乡，父母都是农民，从小家境十分贫寒。父母吃尽苦头才让他读到了初中，那时候的初中生也算是个文化人了，所以初中毕业以后，他便在村里当上团支部书记。因为他在村里工作表现得很积极，1975年22岁的吕德斌被乡政府推荐去河南农学院，成为了工农兵学员，也就是如今的河南农业大学。吕德斌心里非常清楚，这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唯一一次机会，所以在学校里他学习特别用功。毕业之后，他也顺利考上了学校招收的第1批研究生，他研究的方向是遗传育种。1982年，吕德斌研究生毕业之后，他选择留在学校当老师。这一年可谓是吕德斌的幸运年，他在这一年迎娶了自己的研究生同学郭秀婵。刚结婚不久，他就作为学校的稀缺人才，得到了去美国公费留学的机会。新婚妻子郭秀婵也跟随他去往美国陪读，可谓是家庭事业双丰收。
在美国学习6年后，1988年，吕德宾成功取得了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。毕业后，美国许多顶尖学府和知名企业都纷纷向他抛来了橄榄枝。尽管对方开出的条件都相当优厚，但吕德宾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，重新回到河南农业大学执教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母校给了他成才的机会，他绝不能忘本。回国之后，吕德宾深受重视。那时候的留美博士在中国可以说是顶尖人才了。他从副教授到教授再到博导，就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，还先后担任学校培训中心主任、农学院院长，最后官至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。这男人一旦事业有成之后，在家里就开始作威作福。吕德宾的母亲早已离世多年，父亲因为身体不好，中风瘫痪在床，连大小便都需要有人帮忙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吕德宾自己又整天忙于工作，所以照顾父亲的重担就全落在了妻子郭秀婵的肩上。吕德宾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，生怕自己的老父亲受了半点委屈，他又不放心让保姆来伺候，所以他要求妻子要像自己一样在父亲面前尽孝。郭秀婵不仅天天都要给公公按摩擦身子，还要给端屎端尿，关键是郭秀婵自己也有工作，还要带孩子。久而久之，郭秀婵就受不了了，她经常向吕德宾抱怨。可吕德宾不但不安慰妻子，反而觉得这些事就该女人来做，还总爱对妻子做的事指指点点。对于吕德宾这种大男子主义的做派，郭秀婵实在忍不下去了。后来他在接受采访时提到，他自己本身也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吕德宾这样不尊重他，把他当保姆一样使唤的做法，他是绝对没法接受的。还说吕德宾升官以后，性格就变得偏执多疑，还喜怒无常。1997年，吕德宾和郭秀婵协议离婚。离婚之后，吕德宾也是无奈，只好把父亲送回了老家，找了个信得过的人来照顾。经历了这次失败的婚姻，吕德宾觉得城里的知识女性不适合结婚，所以他对下一任妻子的要求有3点。第一条是文化程度越低越好，第二条是长相越丑越好，第3条是必须要孝顺听话。外人一听，哪有人找老婆会定这样的标准呢？这不就是找个保姆吗？实际上，后来据媒体走访调查得知，吕德宾之所以愿意给自己找这样的老婆，实际上就是想找一个好摆布、低自尊的人，还不妨碍自己在外面风流的妻子。同时，这个妻子还能全心全意地照顾好自己的家。因为在这个时候，吕德宾已经在外面有了一个漂亮的固定情人，但是这个情人因为身份特殊，根本不可能跟他组建家庭。1998年8月份，吕德宾老家的亲戚按照他的标准，还真就给他介绍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陈俊宏。陈俊宏当时才32岁，比吕德宾小了14岁。小学毕业后就在老家务农，为了考察陈俊宏，就让他开始照顾吕德宾的父亲。陈俊宏对老爷子那是无微不至，老爷子对他也是赞不绝口，还说陈俊宏就像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细心体贴。经过1年多的观察和了解，陈俊宏终于获得了吕德宾的肯定。1999年11月，陈俊宏和吕德宾结为夫妻。陈俊宏如愿以偿当上了校长夫人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老爷子不久后就去世了，陈俊宏便搬到了郑州，开始和吕德宾一起生活。就在第2年，陈俊宏又为吕德宾生下了一个儿子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家庭地位。吕德宾还安排陈俊宏到河南农业大学的资料室工作，做一些简单的资料收发工作。家庭上，吕德宾回归了正常生活，事业上他也再上了一层楼。当时中国正在推行领导干部专业化，吕德宾作为屈指可数的农业专家，他再次得到重用。2003年，他一跃升任为河南省副省长，分管河南省的农业、林业、水利、气象等重要部门。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，所以他就成为了手握大权，并且前途一片光明的一方大员。升官之后，他们一家人也搬进了副省级家属大院，住着给他们分配的2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。生活上也有了专职保姆伺候，出门更是车接车送。此时的妻子陈俊宏从一个农村妇女一跃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官太太，可慢慢的她的本性也就开始暴露了。刚嫁给吕德宾的陈俊宏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，那变化是相当惊人，从勤快体贴对吕德宾百依百顺，逐渐变成了尖酸刻薄，试图掌控吕德宾的家中女皇。因为吕德宾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一个固定的情人，所以很少回家。夫妻俩的生活也很不协调。陈俊宏担心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官太太身份被别人取而代之，所以他就经常悄悄跟踪吕德宾，结果还真就被他给发现了，甚至被他当场捉奸在床。
由于吕德斌已经身居高位，他情人的身份更是绝对不能暴露。一旦两人的事情被曝光，那么他们的事业也就彻底完蛋了。所以吕德斌就苦苦哀求陈俊宏千万别闹，帮他保守这个秘密，以后什么都听他的。就这样，陈俊宏手里于是便抓住了吕德斌的把柄。有了把柄在手，陈俊宏更是变本加厉，直接就在家里当起了女皇，也彻底暴露了他农村悍妇的本性。每当有客人提着礼物来拜访吕德斌的时候，陈俊宏居然毫不顾忌，当着客人的面就把礼物打开，看看人家到底送了什么。这样的做法让吕德斌和客人都感到十分尴尬，有时甚至当着客人的面撩起衣服就给孩子喂奶，一点都不懂得回避。小区里设有供人休息的长椅，他经常就四仰八叉地躺在椅子上晒太阳，惹得邻居们议论纷纷。这哪里像是一位省长夫人，简直就是一个毫无教养的悍妇。关键在于陈俊宏对吕德斌的财务管得那是相当严格，工资卡什么的都被陈俊宏没收了。堂堂一个副省长，每个月还得向老婆讨要生活费。有一回，吕德斌老家的妹妹来找哥哥借钱，却被陈俊宏无情地轰了出去，还说别指望你哥能挣到钱，就想把他当成摇钱树，以后少往我家跑。气得吕德斌的妹妹直接要和哥哥断绝关系。还有一次，吕德斌背着陈俊宏给了自己和前妻正在读大学的女儿一些生活费。陈俊宏发现以后大发雷霆，在家里大吼大叫了好几天，弄得邻居们都不得清静。他拿刀逼着吕德斌下跪，吕德斌不跪，他就直接用刀猛刺吕德斌的下体，搞得鲜血直流，来劝架的邻居拉都拉不住。最后实在没办法的吕德斌为了息事宁人，居然不顾脸面跪着发誓，以后再也不给女儿1分钱。陈俊宏这才善罢甘休。面对悍妇的折磨，吕德斌曾多次提出离婚，但只要吕德斌一提离婚，陈俊宏就在小区院子里扯着嗓门大喊副省长偷人了，有时候甚至还威胁吕德斌，只要再敢提离婚，他就去省政府办公楼闹，让吕德斌身败名裂。吕德斌知道这个毫无羞耻感的悍妇是完全做得出来这种事情的，所以最后他也只能屈服。可在他的内心，陈俊宏就像一个恶魔一样，在自己的生活中挥之不去。但他又拿他没有任何办法，可很快事情的转机就出现了。吕德斌天天被陈俊宏折磨，还被拿捏得死死的，弄得他心力交瘁，心情也很郁闷。2004年6月15日这天，吕德斌受邀参加了一个工作饭局，宴请的人是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尚玉和。尚玉和也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，跟吕德斌算是直属的上下级关系。由于当天吕德斌刚在家里受了陈俊宏的气，心情十分郁闷，就多喝了几杯。有几分醉意的他拉着尚玉和就倾诉起了自己的痛苦，把自己对妻子陈俊宏的种种不满一股脑的就说了出来。这尚玉和感觉是受宠若惊啊，这副省长是拿我当知心朋友啊，连自己家这么隐秘的私事都跟我倾诉，那我必须得为副省长好好的排忧解难。自那以后，尚玉和便常常约吕德斌出来喝酒谈心。新乡距离郑州不到100公里，一有空闲，尚玉和就来郑州找吕德斌。吕德斌也正好不想回家面对陈俊宏，一来二去，两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。其实尚玉和不断接触吕德斌的目的，就是想让吕德斌在事业上帮自己一把。他想要调到省里工作。吕德斌这个人也很讲义气，真的就为尚玉和多方奔走活动。尚玉和的升迁看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2005年4月的一天，吕德斌和陈俊宏在家里因为买不买车的事情大吵了一架。晚上，尚玉和像往常一样，一边喝酒一边安慰着吕德斌。吕德斌却抱怨着说，跟这样的悍妇过一辈子真憋屈，真想弄死他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尚玉和试探地问道，吕省长，你要是真有这意思，我还真能想办法替你解决。吕德斌沉默片刻，没有明确的回复，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，你看着办吧。尚玉和那是心领神会，他想着自己帮吕德斌除掉了他的妻子陈俊宏，就死死地拿捏住了吕德斌这个顶头上司。况且吕德斌事业还正在势头上，据说还有可能上调到农业部里，那到时候自己也就能够跟着平步青云了。于是他找来了自己最忠心的小弟张松雪。这个张松雪是尚玉和隐藏产业的代理人，张松雪经营的一个私人林场，实际上就是尚玉和的产业。而张松雪早年是个在道上混的人，他的一个手下也是他的同乡，叫徐晓彤。而这个徐晓彤是个有着多次前科的狠人。尚玉和把谋杀副省长夫人的任务交给张松雪之后，
张松雪就叫上了徐晓彤，让他动手杀人并抛尸。事成之后，不仅给他钱，还会给他在老家买一套房。就这样，两人在尚玉和的安排下，以带陈俊宏去买车的理由，将陈俊宏骗上了车并杀害，最后还把尸体扔进了湖里，还故意伪装成了一桩绑架勒索案。然而，这个临时拼凑的团伙组成的业余杀手组合，他们的作案手法可以说是破绽百出，一点也不专业。案件发生才2天，吕德斌、尚玉和张松雪和徐晓彤等4人都被警方逮捕归案。那他们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呢？警方在接到陈俊宏被绑架的报警电话后，通过调查通话记录发现，约陈俊宏去看车的人正是张松雪。张松雪被捕后，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，他认为自己只是从犯，他是听从尚玉和的指令行事，自己也没有动手杀人，再加上如实供述，应该不会被重罚，于是就将尚玉和还有徐晓彤给供述了出来。尚玉和眼看大势已去，就说自己也是受到了副省长吕德斌的指示，可吕德斌却说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行动指示，都是尚玉和他自己主动去干的这些事儿，自己最多就是个知情不报的包庇罪。由于此案件涉及到了2个高级官员，郑州把这个案子上报给了北京，结果北京的指示是必须尽快依法从重判决，消除不良影响。所以在案件发生仅仅3个月后，2005年9月30日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吕德斌、尚玉和等4名同案犯死刑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听到死刑判决的那一刻，吕德斌害怕了。他怎么都没想到，几个月前自己还是前途光明、人人羡慕的副省长，如今却已经是一个死刑犯了。他痛哭流涕地哀求法院给他一个机会，他还有一身专业技术可以为祖国做贡献，可此时后悔已经为时已晚。1个多月后，2005年10月18日，吕德斌、尚玉和等同案4人在郑州被执行注射死刑。那么你们觉得吕德斌这个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案件的全部内容了。我是微笑，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订阅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